今天晚上我还是要仔细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太阳形的，好不好？首先，因为这个太阳形的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花型，所以大家都要把它学会。刚开始学画这个牡丹的话，刚开始这4种花头啊，太阳形的，还有包菜形的，还有这个塔式的。绣球型的这4种花型，我们把这4种花型学会了之后，所有的花型都是通过这4种花型去变换，你可以变成朝左、朝右、朝上、朝下，或者是哪里大一点，哪里小一点，就是可以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就是4种基础型的，学会了之后，你可以去把它灵活的去变它，灵活的去变它的姿态。还有形状，还有大小、朝向。来，我们首先来画一个这个，给大家示范这个正面型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太阳形。太阳形的它就是一个正面型的。那太阳，也可以说是向日葵。如果我们把它说成向日葵就更加形象，因为向日葵中间还有心，但是太阳是没有心的，所以说我们把它说成向日葵型的，好，就是那种观赏型的向日葵。观赏性的向日葵里面的心，里面的籽会比较小哈。那我们随意的这样，这是里面的花心，我们这边就是代表它的花心。那么一个向日葵型的花，向日葵啊。其实就叫太阳或者是向日葵，叫太阳大家就好记一点点啊。然后这个向日葵型的话，我们把它分为4块去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直接把它分为4块去画，一块块的把它画啊。这4个大块，那每一个大块的花瓣都是往外展，往外展，往外展，直接沿着这个花心往外展。这个花型简单吗？这个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你们在练花瓣的时候，就是初学者，你们先把这些基础型的把它练会了，好不好？基础型的练会。太阳型的其实是非常好画的，大家就是按照这个程序去画，它就非常就是非常好画了。那分为4块，我们一块块的去画啊。我们要注意什么？注意花瓣的，就是我们不用分层次，我们只需要去注意花瓣的大小变化啊，颜色的深浅变化，物象的虚实变化啊。你一朵花里面虚实，一朵花里面有这些变化。你的花瓣自然，今天有一位家人在我们的作业群里面是问我，老师怎么样才能画出这种立体感？我们这国画里面不叫立体啊，不叫它立体，在素描里，在油画里面才叫立体。我们一直在讲的都是这个，只是说我们不叫它而已。我们不叫立体，我们叫什么？叫层次，叫变化。我们不叫立体，我们叫层次，叫变化，明白吗？我们天天都在讲这个，只是说我们不把它叫立体而已。我们这个花，你把花瓣画成了这种大小变化，还有这个颜色，这个是花瓣大小，这个是颜色的深浅。那颜色有了深浅变化，物象有了虚实变化，这个花它自然立体了。这就是我们要画出来的层次，知道吗？用层次和它的变化体现它的这种你们所说的这个立体感，其实我们在国画中就不叫它立体感，明白吗？对比，对啊，对比关系就是变化，变化就是对比关系，你也可以说是对比关系啊。对，我们要把它这种关系画出来，就是我们在画画中就是在画对比关系，知道吗？就是在画对比关系，而且越是有这种强烈的对比越是好。为什么画这个绣球型的？下面的花瓣画那么大，上面那么小，它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对比关系。阴阳也可以说是阴阳，也可以说是对比关系，变化，对，变化层次对比，对，我们画物象就是在画这些东西，就是在画这些变化，就是在画这些对比关系。我们直接来给大家先示范一下啊，花瓣是直接分解花瓣还是分解这个
一块一块的组合，我们也可以分解一块组合。我们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花瓣怎么画，然后首先你要知道每一个花瓣怎么画，然后你要知道我们先可以画一个小的组合，这个组合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怎么去组合，然后你再把这组合再把它拼起来。那么还是画红色的吧。示范的时候画这个红色的看得最明显，明白吗？就是你们说绿色或者什么色其实都可以，但是我把它画成红色，你们看上去它是最明显的。用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。那你们说要不要底色呢？其实我们画这样子，其实要一点底色也可以。就有些家人就总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底色。假如说我们用这3种颜色，我们把它画的特别深，特别深，那有一点点浅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虚的花瓣，我们一朵深色的花瓣也可以全部都是深哈，整朵花都是深色的也可以。但是也可以有一点点浅色的，那么有一点点浅色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底色进来。哇，这个3绿太多了。那么我们在反瓣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色进来，好不好？画这个反瓣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调这个底色就可以把它调稀一些，不要调太干，明白吗？有些家人说这个颜色走不开或者发白，发白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画深色的时候你还用了底色，就是底色用的不当的时候它就会发白。所以我们在画这种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的时候，这个底色你要看在什么时候用，要慎用，不要用的太多了，明白吗？你看这个底色我们今天就调的特别稀，特别稀啊，很稀的这个底色，就加水加的比较多一点，很稀，隐隐约约里面有一点点底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把底色调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好，我们还不会调色吗？还有不会调色的吗？有没有不会调色的？加了底色灰是什么原因？加了底色就是因为你那个太白在笔肚里面啊太多了，它就会灰啊。因为你的太白在里面就太多了，它颜色就不透。因为你画浅色的时候你笔肚里面要有底色，但是画深色的时候它才会灰。你画深色的笔里面有底色，那你调这个颜色总是调的就是调不深了，调不鲜艳，因为里面混的有太白呀。假如说我们用这3种颜色，由深到浅的这3种颜色，第一个是这个玫瑰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第一个颜色的时候，我们调第一个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不画这个大花瓣，最后这个大花瓣，画这些比较常规的这些中小型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第一个颜色调到笔肚的1/2，就是我这个笔是初锋7厘米，是比较长的，明白吗？那初锋7厘米，你的这个颜色要调的这个3.5厘米，就是3.5厘米，就是这个1/2的地方，要调到中间来。你画这个中小型花瓣的时候，那如果等一下你到最后你画大花瓣的时候，你就基本上把颜色把整个笔肚都调上都可以啊。就现在的话就调到一半就可以。我们第一个颜色是调到笔的1/2的地方，不会调颜色的看一下我们调色。为什么调色调这么久呢？其实我在一边讲一边在调，也没有说浪费时间。大家有一些家人他就是着急，调2下就去画，调2下你去画，这个颜色肯定不滋润。你这样调2下你去画一下它，那里面这个笔里面肯定会出现一些这种不均匀的这种颗粒哈，就肯定不均匀，这个颜色没有办法均匀，所以一定要调久，一定要一直调，把它调得很均匀的时候，你要看到笔肚里面的颜色一点都没有颗粒感，很均匀。然后调得很均匀的时候，我们调的时候一边调这个笔要转动哈，看到了吗？要转动这个笔才可以360度都占饱这个颜色，你知道吧？
360度都要有颜色。然后我们调第二个颜色，这个是曙红。那么调第二个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到笔的3/3的地方就可以了，一直调一直调，调到1/3，然后笔尖里面要有一点点深色，你不要把笔拉出来，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，然后去画啊，然后去画，这样子的颜色对吗？也可以。其实这样的颜色其实也是可以，也是没有问题哈，也是没问题。你去这样子画也是，这个颜色也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它总会有一点什么感觉，颜色有一点点平了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啊，上次有家人说了这个问题，说这个花瓣与花瓣相交的地方会晕色，这个很正常，画写意的肯定会，不可能不会。我画的时候也会，你前面的花瓣和后面的花瓣相交的地方肯定会晕啊，肯定会晕。所以你在画的时候，你离它远一点点哈，你刚好在它的边缘后面去画就要好一点点，你就不要把它重叠了。重叠了之后它就会出现这样，就会晕哈，这个是正常，这个是宣纸的一个特性，就是会，你看到这一块吗？是不是晕了？那你这一块没有把它接上，没有重叠，这一块看到没有重叠，它就不会晕。所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不要去纠结这个小的东西，即使你在画的过程中有一些晕掉了一些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是在画写意画，不是在画工笔画。写意的话它不是人家不会拿放大镜去看的啊。我们现在调了这个曙红是吧？如果说你想这个颜色变化层次更强一点，那你这个笔尖上要调一点点曙红最深的，笔尖上要有一点最深的。那你看一下这个颜色哈，这个颜色它跟这个颜色又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哈，那这个颜色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，我们调成这样子颜色的，它这种层次会更强烈。如果我们调成这样子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只是说你画整朵花画出来之后，它的颜色的这种层次感会稍微弱一点点。好，当你画这个深色花瓣的时候，你想加水的时候你就加水，你想它花瓣颜色更深一点你就加水，你想它花瓣颜色稍微浅一点你就加底色，这个是完全看自己的啊，就是没有一定的死的要求。好，我们开始调色，加了水之后，笔肚里面加了水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先调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一边调一边转动这个笔。好，我们再调这个曙红，调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示范花瓣啊，正式来示范花瓣了。那这个花瓣，我们画这个花瓣啊，侧锋推过来转过来，你也可以是推过来，也可以是转过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你可以推一下，也可以点一下。你看这一笔是点一下的，这一笔我们是这样子推过来，那这笔是点，这笔又是这样子侧锋推过来。推过来是怎么样？我们说推，你也可以说是转过来哈。那侧锋看到了吗？这个笔是侧面离这个纸面的这种侧着离的，不是竖着的。我们竖着是中锋，我们画这个小写意是不用中锋的，用中锋没办法画出这种颜色的这种深浅变化啊。侧锋这样子滚过来，你可以说是推过来，也可以，你怎么形容都可以啊。你只要看对了，用对了这种笔法就可以。好，这种颜色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，是吧？我们调成这种由深到浅的渐变颜色，这种颜色会调了吗？好，画一个花瓣，我们不要太圆了，我们两边去加上一些有大有小的这种花瓣。好，笔尖再补充颜色，当你的笔肚里面还有水分的时候，我们补色的时候就补中间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来，各种长线的，你
侧锋推，这边来一笔，点一笔，这边点一笔，然后你还可以无限的延伸，你还可以加哈，可以再加，这边也可以再加，这个花瓣你可以延伸，延伸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大花瓣了，然后你的笔可以在这里可以回一下笔。你延伸了之后它就可以变哈，这个花瓣你可以去都是由这个花瓣去演变，你可以演变把它画得更长，画得更宽更大，就是一个花瓣一个基础花瓣你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花瓣。那这个花瓣都通常用在一朵花的哪个地方？如果说像这种正面型的，像太阳型的，那有可能就是太阳型的它可能有一个这个正面的，我们就把这个花瓣当成一个正面的，就是这个假如说我们这个首饰花瓣，那它就是正面的，我们就这样子开放了，开在这个地方是吧？那如果我们画这个包菜型的，或者是我们画包菜型或者是塔式的时候，那这个花瓣，那这种花瓣它就是成了背面的了，就是这样子背面的哈，这样子背面。比如说我们这个碗，是那个花，它就是这个地方的花瓣，正中间这个背面的花瓣，明白吗？就是看你放在什么位置啊，这个花瓣它是可以，就是在我们的这几种花型里面都会用到这样子的花瓣。那你这个花瓣你在这个绣球型里面，它就可以成为一种这种碎花瓣里面的大花瓣啊。就是这种笔法都会用到，每一种花型都会用到这个花瓣。这种花瓣大家都会画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就下一个花瓣啊，下一个侧面的花瓣。来，首先调色还是一样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一边调一边要转动笔，然后我们的笔要睡在盘子里调。来调第二个颜色曙红，也是一样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3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来画这个侧瓣，侧面的花瓣就是这一个碗啊，这个碗是一个花碗，这两边的这个花瓣啊，两边的这个花瓣。那在我们这个太阳型的，就是一些大的侧面的花瓣啊，都会用到。那侧面的花瓣我们可以这样画，一样的是侧锋，轻轻的转过来，稍微的转一下，然后笔尖还是在这一条线上，重点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还是在这条线上，再往后拖一笔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，这个花瓣都是侧锋，它为什么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呢？这种花瓣大小就是你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笔肚离纸面上更近一点，就是角度，就是你离纸面的角度远一点，它这个转过来这个花瓣就是小的。你离这个纸面，你在画这个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笔往下按一点，让它的角度离纸面再近一点，它这个花瓣就大一点。就这样子哈，笔没有怎么转动啊，再来一次，来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来再往后拖一下。啊，这个花瓣都会画了吗？会不会？好，补充颜色，来画一个这一边的也是一样，来侧锋轻轻的推过来，然后笔尖还在这条线上，再往下一点点，笔肚再过来，然后还在这条线再往后拖一笔，那又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那这种侧面的花瓣你还可以怎么画？你还可以一笔把它画完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直接往后拖，
看到吗？你们要练习这个一笔成型啊，这个侧面的花瓣，侧面花瓣一笔成型。那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再往后拖，是吧？一笔成型。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笔，是吧？这个会画了吗？会了吗？会了吗？这个在我们等下画花瓣的时候都会用到。那现在我们的笔肚里面干了，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好不好？继续加颜色，调色，加这个，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笔要睡在盘子里调，要调久一点点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了。然后再调这个曙红，调到笔的1/3的地方，让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。好，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那这个侧面的花瓣还有很小的花瓣。这样像这一朵花，假如说这是一朵花往上，那很小的在这些侧面、下面、侧面这些到处都会有，或者是上面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这种侧面的小侧瓣。小侧瓣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画，就是窄一点点。你画小侧瓣的时候，稍微带一点点勾，勾一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然后是一样的画法，跟这个花瓣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窄一点，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，你看是不是一样的？然后你在笔肚水分还够的时候，补颜色的时候就补稍微深一点的那种，来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。会了没有？这个侧面的花瓣。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那这个它也是一个侧锋行笔，都是侧锋行笔啊。我们画小写意基本上里面的花瓣都是侧锋行笔，来画各种朝向的。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再往后拖，是吧？那这两个在一起的话，那我们在这里再画一个哈。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那假如说3个花瓣，我们补充一下里面的正瓣啊，补充正瓣。那正瓣是怎么画？正瓣它其实也是这样子，上面这个花瓣也是正瓣，也是背面的花瓣。正瓣怎么画？正瓣怎么加？那我们加上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笔肚里面笔尖稍微加一点胭脂啊，从这个根部里面去加。根部的这个缺口，你看一下这2个花瓣中间的缺口，你从这个缺口到这个缺口停下来，然后笔尖再加一点胭脂，再从这个缺口这里出发，然后又到这个缺口，为什么都要到缺口里面停呢？到缺口里面停，你这个花瓣的这种形状才会出来，我们就不用再另外去点这个缺口了。你如果直接一笔这样子过去，你直接这样过去，那不是把这个形状给遮挡了是吗？所以我们从这个缺口里面出发啊，来，从这个缺口里面出发，过来，推过来，点一笔过来也可以啊。那这样子一个卷起来花瓣是不是已经就可以了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卷起来花瓣。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组合，就是2、3片花瓣的组合，大家更加能看清楚啊。那假如说这两个花瓣是正对着我们，所以这样子补就补成了一个卷瓣。那现在这2个花瓣呢，这2个花瓣都是背对着哈。画这2个花瓣的时候，笔尖都是朝下，是不是？我们画这2个反瓣的时候，笔尖是不是都是朝下的？对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画正瓣的时候，我们就笔上有胭脂，颜色深一点点。我们笔尖现在要朝上了，你再补充这个窄一点的地方的这个很小的缝隙里面，直接用笔尖补上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再画这里稍微大一点的，从缺口这里还是一样，笔尖是朝上了，然后还是一样侧锋行笔啊，侧锋过来，你可以有一些停顿，
有一些停顿的，为什么呢？有一些停顿就是你要画出这个花瓣的这些偶尔形成的这种缺口，就不要每一次都是直接这样子转过来。你每次如果直接这样子转过来，就是花瓣都是圆的，你到时候你看到整个花型，你画完之后，你看到整个花型，它就是没有自然感，就显得很圆。那像这样子就是两个花瓣了，看到没有？两片花瓣在一起的。正反瓣这些反瓣呢，这个正瓣它就是其实这都是用的是这些笔法啊，这些笔法都是侧锋型笔哈。我们的笔肚里面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水，加点水。那有些家人说，可不可以先画这个正瓣？我们在画画的过程中，等你画到最后熟悉的时候。等你画到最后，你熟悉的时候，你可以自由的应变的时候，你这朵花你想怎么画就可以怎么画。你可以先把框外面一围画出来，再画中间也可以。你可以先把前面小姨说你画绣球，你可以先把球画了之后，随便这个大花瓣你先这里画一个，那里画一个，然后你再去填空也可以。就是你到最后你就完全可以去自由的。那你想说可以先画里面的吗？可以的。那我们先画里面的，假如说我们先画一个里面的正瓣哈。假如我们有的时候先画了一个正瓣出来，那怎么办？你要补充一个反瓣，那也可以这样子补哈，直接从这下面这样子补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假如说你在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已经画成这样子哈，这个大花瓣已经画成这样子了。这个背面花瓣已经画成这样子了，那你还想在这里补充一个侧面花瓣，那还是一样的，你在这里来一笔都可以啊，颜色要调浅一点点啊，颜色调浅一点，或者是你这样子来一笔，当然颜色一定要调浅一点点，这样来一笔，然后你在这里再加一笔，那也可以。当然颜色这个深的地方要有颜色深浅的这种变化还要调出来。那这一笔我们是调的颜色有点点深了。那你如果说你这个颜色太深了，这里又太浅了，你可以把这里再加一点，蘸一点胭脂再加一点，这里就又有一个正反瓣了，是吧？那这些是正反瓣啊。那其实我们画这个花型，其实就是这一些花瓣来组成了。先调这个玫瑰红，再调这个曙红，调一点点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，然后还有一些，假如说你这个缝隙里面有一些碎花瓣，你就这样点一笔就可以啊。点一笔，你可以再点一笔，来点一笔，或者是这样子来一笔，这些都是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啊，在这个花瓣里面都会常用的。你看这样子很多这个碎花瓣，你组合起来，它就是一朵花。这个碎花瓣再来一次，笔肚里面加点水，假如说我们画碎花瓣，我们就这样去点哈，然后你可以侧着点，也可以顺着点，然后你可以大一点，小一点，大的旁边有小的，小的旁边有大的。来，这样子点出的这个花瓣好看吗？这种碎花瓣它也很好看。这种花瓣通常，如果说你画一朵这种，到时候我们现在要画仔细了。我们现在画一朵花，我们要把它画仔细。假如说我们画这个太阳型的，我们把每一笔正反瓣都画清楚。但是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画虚一点。假如说我们画到最后，你想画这个大写意一点点，稍微的大写意一点点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啦。一朵花你很快几分钟、几秒钟、几分钟就可以把一朵花给点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先把这个笔法先练到位，练熟悉了之后，等你们以后你想画成怎样，你都可以自由的去转变。
然后我们再画一下大花瓣啊。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去滚哈，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笔颜色调更饱满一些，就是把颜色调多一点，然后去滚滚滚滚，这样子去滚滚，看到吗？滚出这么大的一个花瓣，你可以两边不够的话，你再去加啊。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要可以去滚呢？滚的时候，我们的笔有的时候有提一下按一下，这样子我们会出现这种不规则这种边缘啊，不规则这种边缘，那么它滚下这个花瓣就特别自然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滚一个大花瓣，笔上就没有颜色了，没有颜色，我们再加一点水分。加一点水分，然后继续调色。那么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把颜色直接调到整个笔肚上去啊，都完全可以直接调到整个笔肚上去。好，调第二个曙红，然后再调这个胭脂，调这个胭脂。那这个大花瓣还可以怎么画？大花瓣还可以怎么画？大花瓣还可以这么画啊，可以一笔一笔的推一笔，跟我们画前面的那个背面花瓣和一样的啊，推一笔，然后点一笔，然后推一笔，然后再点一笔，让这个花瓣有大小的变化啊。你看这样子，也可以点两笔，再推一笔，让这样子它这个花瓣是不是就有变化了？就不至于说圆乎乎的。你在这个缺口这里再回一下笔啊，在这些缺口里面再回一下笔，这个花瓣是不是就很自然了？它就是这个底下的，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画一层这个大花瓣。那还有这个大花瓣还可以怎么画呢？这个大花瓣还可以两笔组成，从根部开始，轻轻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哦，按下去，然后这一笔我们可以稍微带一点勾，还是一样侧锋提上来。那这样子的花瓣两笔组成的一个大花瓣，它就像这个花瓣长大之后会有一点点卷曲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又没有水了，又得加一点水。笔上没有水了，我们就加水啊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点，再补充一些颜色。先还是一样调玫瑰红，然后再调这个曙红，然后调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个大花瓣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咱们这个颜色感觉还没有调上来哈，你可以再调上一点点哈。可以再调上一点点。那这个大花瓣还有这个侧面的翻转过来的啊，也是一样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笔。拖的时候这个笔拖的时候看到了吗？你在拖的时候这个笔慢慢的起来了，慢慢的稍微这样转动一下，拉起来，稍微的这样子转动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我再来一遍啊。再来一遍，补充一点颜色之后再来一遍，看一下这个花瓣，这个花瓣有一点点蓝，有一点点不好画，所以大家再看一下啊，来带一点勾，按下去，提起来一点，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的时候，这个笔转过来，把这个尖留下来啊，这样子可以啦。提起来的时候转一下，因为这个笔按下去已经扁了，因为太扁的话你直接过来后面就很大，所以说你在转的时候你这样子提的这就成了这一边了，你看它笔到最后扁了嘛，扁了你们在提的时候就成侧面就是这个窄一点的地方，这样子过来它就会越来越小，如果你不提的话你直接过来它就很容易把它画大了，所以你要转一下，当你笔用扁了之后你再转一下这里就小了是吗？要转一下到最后转动一下，看不到后面的吗？就是一个花瓣没有看全是吧？没有看全，我再画一遍啊，在这个空隙的地方。好，调色还是先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这个曙红，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胭脂，然后这个花瓣会了吗？来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点点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的时候，笔稍微的转动起来，转动，那可以啦。看到了吗？稍微转一下，这个花瓣会了吗？会了没有？好。
好，这个在一朵花里面的，就像我们的这个塔式的两边的，有可能会画这样子的花瓣啊，有可能会画这样子的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个基础的花瓣就这些了，大家可以截小屏，然后我们按照我们刚刚分解这个太阳形的这个图形来画一朵花。按照这个太阳形的形状一块块的来给它画画。刚刚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这个，这个两个花瓣组合在一起。那么现在我画多几个花瓣组合在一起。好，还是直接画花吧，直接画花。这个小组合我们就直接在花上面去讲。我们现在开始画这一朵花，好不好？画一朵正面的花，大家可以截一下屏。我画出来像一个豆荚。你画像一个豆荚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子吗？那说明这个就是你就差一笔呀，你就差这里啊，你把这里再按下去一点，笔肚离纸再近一点就成了呀。说明你这个笔都是离笔肚都是离纸是一样的距离。我们画中间的时候，你把笔本来你的笔是这样子，你再往下一点它就可以了。再往下一点它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这个笔肚这个越大，说明这个笔肚离这个纸面是越远的，知道吧？示范一下补反瓣。那假如说你看这个花瓣啊，那我现在调一点点颜色。假如说这个花瓣它是一个本身它是一个翻瓣，它是一个大翻瓣。那你想改变它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大翻瓣可以改变成一个正瓣了。你看从这里补一笔过来，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正面的花瓣呢？是吗？花瓣它是可以改变的，然后你再切一点点这个缺口出来，稍微切一点点缺口出来，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正瓣呢？补反瓣就从这里来一笔，直接从这里来一笔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。然后下面我们再来补一下。这个它这样子看，它就是一个背面的花瓣了，是一个侧面的花瓣了。那我们再补一笔，刚刚说补反瓣，再补一笔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正面了。来补一笔，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花瓣呢？那你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哈，可以灵活的去用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去补的哈，即使它是一个反瓣一个侧瓣，也可以把它补成一个正瓣。来，我们一步步的把这个太阳形刚才给大家分解了这个花瓣，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分解的花瓣，我们灵活的去组合，灵活的去组合成一朵花。来，镜头拉近一点点，拿这个正面的。是吧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太阳形的，是一个基础的花型。我们四大花型前面我们都有讲过，四大花型中的太阳形，我们四大花型是什么型？太阳，还有绣球、包菜、塔式，这四大花型去练会了之后，你可以灵活的去画，灵活的去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好，我们先画一块，我们先可以画这一块，可以吗？先画这一块。来，我们第一块先画这一块，或者是先画哪一块都可以。那我们先画这一块啊。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，如果说这个花画的形，到这还可以成一幅作品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定一个地方，来这里定一个花心啊。我们这个花心，这是花心的地方，我们先定一个花心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分4块啊。分4块来画，一块块的画啊。我们先来画这一块，先画这一块。我们在画反瓣的时候，你想颜色，你想它反瓣浅一点，也可以加底色，你自己看情况，自己喜欢。你想完全整朵花特别深，就不要加底色。那你想有一点点反瓣稍微浅一点点，你可以加一点点底色，来，我们还是一样调色。首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哇，这不小心把颜色都弄到笔肚里面去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调匀，一定要调匀。弄到笔肚上一定要把它调匀，不能让它这样留在那里。
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曙红，蘸一点点曙红。可以开始画，那我们先画这一块哈，我们已经分好块了。这朵花我们就把它分成4块去画，你分成3块也是可以的。那你先画哪里呢？先画哪里都可以。我们可以先画一个侧面的花瓣，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。好，这里先来了一个花瓣，是吧？好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的，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，然后在这旁边再来一个更小一点的，哇，这个好小一个，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在旁边再来，可以再让它从这里出来，这个可以宽一点，也可以再长一点点，是吧？慢慢加，就是你没有规律性的，但是你加的时候你不要整齐排队哦，不要排队，然后也不要一样大，你要有这种大小，哎，大小大，宽窄宽窄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变化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对比关系，这个大的和小的这种对比关系，小的和大的，长的和短的这种变化。然后这个我们再来一个，我们也可以从跟它对面的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。那你画这2个的时候也不要一样大啊，让它有一个大有一个小。那这2个花瓣到时候肯定会画成一个卷瓣，是吧？提按那是要提要有按呐，要有提有按。你提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花瓣它会有一个缺口的，就是你提笔的时候，它就是形成了一个缺口，不然你不提笔啊，当你不提笔也可以哈，在你画这个很小特别小的时候你可以不提笔啊，特别小的时候它不提笔，因为它不需要有缺口啊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这个曙红，蘸一点深色，那么再来一个，从这里面来一个穿过来，哇，都是侧方啊，穿过来。现在我给大家画的也是特别慢，特别仔细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反面的，来大一点，不要全部都那么窄，我们直接来一个很宽的，让它有这种变化，就千万不要排队。好，笔尖再蘸一点点深色一点的，来这里可以再来一个穿过去，大家感觉从这一个里面的穿过来这种感觉，边缘只看得到一点点啊。好，有没有穿过来这种感觉？有吗？有穿过来，哎，这个缺口不要太，这个2个花瓣叠加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个，好，我们可以了，这一块就这么多。你看这个反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反瓣有什么变化，是不是有这种宽一点的，有这种窄一点的，还有这种大一点的，这种大小长短各种各样的这种对比关系，还有这种大小变化啊，都有。就是你不要画排队哦，都画一样大，一样齐的这样子去排，这样子排过来，那到时候你这一朵花就显得不灵动了，不好看了。这些都是反瓣，这些都是侧瓣，侧面的花瓣，它不是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它是一个花瓣，那花瓣的话它都是有点凹起来的，它不可能是这样平平的，是吧？它花瓣都有点凹起来，那这个是什么地方呢？是这个地方的，是这个侧面的，知道吗？是侧面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补充它的正面花瓣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补充正面的花瓣。
好，我们来补充颜色。那我们现在补充正半的时候，就补充颜色，补充的更多一点点，让颜色更深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加上正半的时候，我们笔尖是有胭脂的哈，颜色要调深一点。那缺口的地方直接按下去补上啊，补到这个缺口地方，然后再从这个缺口里面出发，再出来转到下一个缺口的地方，然后从这个缺口里面再出发，再补一笔啊。这一边可以了，我们笔尖再补充一点胭脂，那把这个地方再填一下。那我们如果说两个是对面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一个转瓣，一个卷起来花瓣，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？来，好，我们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些缺口里面小缝隙里面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笔尖轻轻的去把小缝隙里面去补上。那一个小花瓣我们也要补上啊，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花瓣啊。在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胭脂。来，我们这一个继续补啊，这个根部没有，我们可以根部来一点点哈，来一点点，从这个小缝隙有一点点小缝隙里面，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笔尖下笔过来，然后侧锋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转过来。你站的时候可以停顿一下，就出了这个缺口，看到了吗？你可以停顿一下，然后再过来，那这个缺口就出来了。然后顺便再把这个缺口再补上一下，那这个就补上了。这个还是一样的，这样子侧锋过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缺口这里再添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花瓣，好，这样子层次感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层次感体现在哪里呢？体现在颜色的深浅变化。你看里面的这个正瓣颜色很深，反瓣稍微浅一点，越到这个根部颜色越来越深。这个花瓣也是贴着这个花瓣的地方越来越深，越到边缘越浅。层次感、立体感都体现在颜色上。有一些家人新朋友说要立体感，那么我们这国画不叫立体，我们叫层次。那你想要的立体感就用我们的颜色的这种层次感就可以体现出来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笔肚上有点点干了。好，我们来补充颜色。首先补充这个玫瑰红，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来，再调这个曙红，笔尖补充胭脂啊，笔尖要补充胭脂。我的水分是有一点点大，大家水分控制一下啊。来，从这个最深的地方，缺口最深的地方，这个缺口小的地方，我们直接用笔尖补上就可以了。然后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笔尖沿着这一条线侧锋过来，来把这里再填一下。然后我们为什么补到这里就不补呢？我们这一个花瓣里面可以补2层，知道吗？可以补2层。好，笔尖补充一点胭脂，来这个缺口。来侧锋补过来，这里加一点点啊，点一下。哎，我们这里这个花瓣还没画完啊，那么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还可以再补一层过来，让这个花瓣，然后从这里再过来，让它感觉包起来，从后面这个花瓣从后面把它包过来，这种感觉，看到吗？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一点深色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来，这个从最深的地方开始补啊。
到这里，到这个缺口这里，然后在这里再点一笔，这个正半就补充了。好，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还是一样的啊，可以笔尖从这个最深的地方侧锋这样子补过来，补一笔。好，这花瓣都饱满了啊，这个花瓣现在都饱满了，然后这一个地方还是一样补上深色的，这样子这种层次感就出来了。像这些地方是干嘛的呢？这些缺口，这些缺口你可以留着，先留着不管它，到最后我们调整整个花型的时候再去调整它。那这一块我们就已经画完了啊，这一块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的这一块已经画完了。我们再画这一块啊，画这一块的时候，我们画反半的时候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。然后我们画这一块啊，画这一块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反半我们先开始还是画所有的反半。那么画反半的时候，能不能有一点点区别了？可以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。区别在哪里呢？你看这里的反半都稍微的宽一点点，那这里的反半我们可以再窄一点点哈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颜色。好，再来补充层次，更小。长的、大的、小的，然后我们再从中间出发，又来一个啊，这么多哈，非常窄的，很小很窄的，然后我们要有一些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是吧？这三个有一点一样长，没有变化了，对，我们来一点变化，让它这样子过来，让它弯过来哈。当我们发现没有变化的时候，我们马上要去调整了，好，我们这里这样子来一个啊，这样子它就有变化了，把它这里打破一下，就不要让它这么齐哈，齐沙沙的来。好，我们这里这个花瓣这样子变化过来哈，弯过来，那从中间我们再穿插一个过去啊。从中间又穿插一个过去，让它这样子有一些变化。来一个这一边的对面的，来一个对面的。好，这一块的花瓣我们就更加瘦了。那瘦的旁边不能说全部是瘦的啊，我们来一个，这个颜色没有调好啊。你看这一笔的颜色没有调好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调仔细一点点。所以每一笔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不能马虎，不能快啊，不能抢快。你看这一笔颜色是吧？我都能没有调均匀，大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好，偶尔就来一个大一点的，大的旁边我们再来一个小的，好，我们这一块就这么多哈。我们这一块，那这是第二块了。我们第一块已经画完了，我们现在画的是第二块。好，我们来补充正半。补充正半，从这些缺口里面啊，缺口把这些小缺口里面直接用这个深色的补上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些深色的啊，像这些缺口里面直接用这个深色的去补上。那我们画这种，我们刚开始初学者画这种细致的东西，你们就要耐心下来啊，细心耐心下来，慢慢的去把它画好。等我们到最后，我们就可以快速的，就是你可以画大一点写意的，或者是就不用画的那么细致了啊。到最后，好，我们这些缺口
缺口的地方我们细致一点，从这个缺口的最深的地方这样子侧锋过来，侧锋一点点啊，要侧锋一点点哈，你侧锋一点点，这个颜色才会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啊。笔尖补充一点点，好，从笔尖最深的地方侧锋过来补上，你看这种小小的花瓣，这种感觉层次感都有出来啊。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啊，稍微的蘸一下胭脂色。好，从这个切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过来一笔哈，这里来一笔，是不是可以了？这里来一笔之后，我们从这个缺口后面还可以再来一笔啊，再来一笔大一点的。我们有所停顿哈，为什么我刚刚还又停顿了一下？我们就是要画出这种缺口啊，让这种缺口出来。就是不要让这个花瓣直接你一笔，我们一笔过来是可以的呀，一笔过来，它的这个花瓣就太圆了。然后这一笔还有什么问题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一笔的调色调的不够均匀哦，这个笔尖的颜色特别深，胭脂没有调均匀，看到了吗？这样子的话，它会整个花瓣，如果说你整朵花画成这样子的这个调色，那有可能这个整个花瓣显得会干枯，会不滋润。你看到吗？这一条线黑色这一条线太明显了，看到了没有？就是调的不够久，没有调均匀哈。我们再把它均衡一下，有的时候能均衡，有的时候还能均衡不了。看到了是吧？所以说这种小小的问题，其实你在画好过程，一个两个花瓣画成这样子没有问题。你不要把整个花瓣、整朵花里面的花瓣都调成这样子，那它就会显得有点干枯了。好，我们来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色，还有这个小小的花瓣啊，小小花瓣一样的从这个根部侧锋一定，笔尖有一点点深色啊，还是一样的侧锋来出一点点花瓣。好，这些有一些缝隙里面填的不够好的，我们再来补充一下。那这些缺口都是干嘛的？这里也有个，这里也有个。这些缺口我们先留着，到时候可以补充一些碎花瓣。碎花瓣我们要看整个花型去补，因为可能在这个外面，我们到时候把这些都铺满了，1、2、3、4这4块都铺满之后，我们有可能在外面还要加一层。那加一层的时候，我们再看这个缺口，再去补充这个缺口，再去看整个花型去加它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一块，或者是我们再来画这一块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一块啊。哎，颜色没有了，再挤点颜色出来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加一点点底色，来调色啊。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曙红。当你觉得水分有点大的时候，你拿一个纸把它蘸掉一点点。我们画这个小花瓣的时候，尽量不要水分太多了，你就画不出层次，它就晕到一起了。然后你沾掉一点点，你就笔尖再去蘸一点点这个深色啊，好，来尖侧锋尖一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看到了吗？侧锋行笔啊，都是侧锋。你这个花瓣越大就侧的越厉害，花瓣越小就侧一点点啊，都是侧锋行笔啊。你要提起来一下，这缺口就是你提起来一下，然后你再按下去它就大一点，然后再往后再提一下，
好，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如果说四周的话都是这样子展开，没有一点变化，它也不好看。那我们画一个这种到里面来的花瓣啊，也是一些这种侧面的花瓣，画一个到里面，转到这个花心，遮住这个花心的这个小花瓣啊，来一颗。来，这里花瓣我多一点哈，多一点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哈。有2个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，好，里面再来一些细节，小的，大一点的旁边有小一点的，来，再来这个侧面再看一下，感恩拥有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，再往后拖一下，就是你有一点点波动啊，有一点按，有一点提，有一种提按的这种，但是都是侧锋啊，都是侧锋，记得都是侧锋，就不要，千万不要这个中锋，中锋是画不出我们这种颜色深浅这种变化来的。来，我们都是往这边，我们来一个反面的，哇，这个颜色没有调好。不行哈，这一笔，你看我在画的时候不能着急，刚刚没有补颜色，直接去画这个花瓣就不好看了。所以说大家还是画的时候还是要细心，还是要多补颜色，把颜色调好。你看这个花瓣画成这颜色行吗？不行吧？你看笔尖它有一条线在这里，有没有家人画成这样子的？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？这里一条线，你看这里一条线，这就不对了。这是颜色没有调均匀，这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没调均匀。我也会出现这种问题，所以来继续调久一点点，调久一点点。你要发现是这样子，你就再调，把颜色调均匀了。然后笔尖来一点点这个曙红也要调均匀啊，也要调均匀。然后再去画一下啊，再来把这个花瓣再来补充一下。那这样子对吗？这样颜色就好了，是吧？这个颜色就对了嘛。刚刚那个颜色就完全没有调均匀，知道吧？就是大家有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你们自己也要看一下。就是我在画的过程中都会出现。如果说你整朵花都是这种问题，那么你整朵花就会显得很死板了。好，你看这个大花瓣旁边是不是我们要有小花瓣了？来，按下去，来。这个大的旁边有小的，小的旁边有大的，你看这个花瓣你可以错落啊，都可以错落的到处去变化，就不要排队哦，不要太整齐了，知道吗？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的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缺口有一点方了，这里怎么去画？哎呀，我们这里又可以从这边对面来一个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又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花瓣你去组合嘛，就没有说一定要怎样的啊，就是你大胆的画，刚开始就是大胆的画。来，你看这个缺口我们再怎么画？我们从这里再来一个。这里再来一个，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提按3次，我们2次也可以，像这种短一点的小一点的花瓣2次也够了。那我们这一边我们就画这么多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块第3块我们就画这么多哈，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一样的去补充里面的正瓣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调色，调这个玫瑰红，还有这个曙红，颜色调饱满一些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补充这个正瓣，补正瓣的时候颜色要调多一点，调深一点点，颜色鲜艳一点点，比侧面的花瓣颜色深一点，颜色我们的层次就体现在这个颜色的变化上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有人说这个立体感怎么出来？立体感就是我们的颜色的层次感，颜色的变化，颜色对比，深浅对比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来补充，你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。到这个缺口，然后从这个缺口再出发，从这里转过来，转到这个缺口，然后这个缺口再点一笔啊。
好，这些小的缺口里面我们去把它填上，笔尖再补充胭脂。这小的缺口里面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笔尖的最深的颜色去填上它，这种层次感、立体感就是这样子出来的。这些里面的颜色深，外面的这种正半的颜色深，反半的颜色稍微浅一点，然后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是缺口最深的地方，就是你不要把一朵花里面的颜色都画成这个平的了。就没有这个颜色层次，你就一看这一朵花都是平的，就没意思了。一朵花都在一个颜色的层次里面。侧锋过来，站过来，好，站到这里来。那这一个花瓣是不是我们还要补充？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这一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，我们补充一个大花瓣啊，补充一个正瓣。我们可以从这个缺口，然后补正瓣的时候从缺口出发，从缺口出发到这里。点一下啊，有些地方需要点一下，点一下你再走一下，这样子你就不至于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。你看，像这样子画出这个花瓣，这样子画出这个花瓣，它就不至于说太圆了。好，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这个反瓣，我们这个正瓣补到这里来，好像这下面还缺一块啊，缺一块我们可以在这里再补一点啊。那这样转过来就可以了。是吧？这个就是一个大花瓣啊，一个大花瓣。那我们这第3块已经画完了哦。第3块这里还有个缺口，这个缺口它在里面闭合的一个缺口，我们直接把它补上，补上这个深色就可以了啊，直接补上深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一块，那么这一块是不是要跟这些一样的画呢？不能一样的哈，这一块又要有变化，不能跟这些有一样的啦。我们这一块。直接画成都是大一点的。好，我们在这一块我们要有变化了，我们又要有变化了。那怎么变化呢？我们就不要跟这个一样的画侧瓣了，画侧瓣。好，我们画浅一点，把这一块颜色又要凸显出来，浅一点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啊，笔洗一下，然后我们这里不是调有底色吗？我们加一点底色进来，加了底色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我们来调色。我们这一块的花瓣我们就不要这样子侧瓣，我们直接来一个正面的花瓣，点一下。好，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过来。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侧面的，它不可能全部是正面，即使是侧面的我们也是要超大的这种侧面。那这种侧面在我们示范的时候就是那种大侧瓣啊，就是那种大侧瓣也可以，就是你在画的时候等你画作品的时候你可以灵活一点。假如说我们画这个大侧瓣的时候，可能第一笔小一点，第二笔大一点，中间小一点，那你可以第一笔大一点，第二笔小，这样子也可以啊。就是你画，就是都是这些花瓣去演变成各种形状。来，上面我们虚的这一块我们画成虚的，那么这一块的花瓣我们可以随意点的去点它，这里点了一笔，我们这里也可以点，直接这样子点过来。那这里画出一些有正有侧的这种感觉，但是我们不要表现太明显啊，就不要跟刚刚我们画这些花瓣一样的那么仔细，这里是稍微虚一点的地方，不要把它画太实了。好，笔上有点干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一点点水分。不是加一点点底色啊，说错了。你看这一边的颜色是不是浅的？来调一点点颜色，不要调太多。这一侧这一边的颜色我们就尽量要浅啊，直接这样花瓣就这么去点它，就是我们画碎瓣的方法去点它，点就可以了。笔尖调色还是要调的由深到浅的啊。
由深到浅的，那这边加一个，那这些缺口你再去补啊，这些缺口你再去补，按照什么样去补？你这个花瓣可以自由一点，点一下，推一下，那点一下，推一下啊，这样去补它的花瓣。补这一层的这个虚的花瓣，你看我们前面画的每一个正反瓣都可以看得清楚，是吗？很清楚，但这一块呢，我们不需要那么清楚了，不需要那么清楚。来，这些缺口里面去补充花瓣，直接这么去点，点啊推，直接上来，直接过来。我的笔肚里面水分是有一点点大的，那这一块是不是就直接就成了？这块是不是很快就把它画完了？就是我们要有变化啊，就是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，立体感是不是出来了？有没有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就有些家人说立体感，其实我们不叫立体感，叫这个层次感，颜色层次感。颜色层次感就是在我们的这种颜色深浅的变化。其实我天天在讲这个，只是说你们没有意识到，就是没有意识到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缺口的地方，有些地方我们把它补上，像这些缺口补上最深的。那这些地方我们补上最深的颜色。那这朵花基本上大型已经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调整这些缺口啊，你看一下哪些缺口你需要去把它填上去，哪些缺口需要填上的，来我们去补，调整外形。那么现在要调整这个整个花的一个外形，你调这个深的地方，你就颜色调多一点点。想把你看两个缺口，这两个缺口很类似，我们首先来灭掉一个缺口，从这个最深的地方直接侧缝过来，直接这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，你也不管它是正的还是反的啊，就不管它是正的还是反的，那这个缺口你可以再来一笔，是吧？那你也可以直接来一个大一点的，直接来一个大一点的，让它出来，让它包过来。那你这里还可以，这个颜色有点深，本来你还可以这样子再包过来，那这个笔尖有点深。好，我们再来调整这个整个花的外形啊，调整外形。那看一下哪里的缺口我们需要把它灭掉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缺口。这两个缺口还是类似，我们把这个缺口再把它灭掉。好，直接来一个花瓣啊，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，根部的地方也补上，直接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补，这个太深了一点，我们把这个里面补充一点，这里来一个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一个缺口，这一个缺口大小不同，每个缺口的大小都要不一样。拿这个缺口，我们再把它来填一下，再补一下。那太阳型的，既然是向日葵太阳型的，它肯定是稍微的圆一点点，它圆一点也属于正常。那么现在补上面的地方，我们就颜色要稍微的浅一点，我们要加一点底色去补了，不然的话就太深了。我们加一点底色去补啊，上面这个是浅的，是虚的，来加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颜色，水分也不要太多了。那我们把这个缺口补圆一点啊，把这个闭合，就是偶尔回一下笔，有些地方回一下笔。好，这个花型的话，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嫌这个花小了，你还可以再延伸哈，还可以再延伸。当然，我觉得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。那现在怎么样？来，我们把中心的部分补上，中心我们就用曙红。
好，这个花心，把最深的颜色的花心把它填上。然后我们画上它的花心，花心特别重要。这朵花，今天这一朵花是不是特别好看？就是你花瓣的这种变化，你看这些花瓣有大有小，有大的小的，还有长的短的，还有这种穿插的这种关系在里面。有这些关系了之后，你这朵花才会灵动，还有颜色的这种深浅变化。里面的这个正瓣深，根部深，然后慢慢的浅，这种你们所说的立体感就是这样子体现出来。都是我一直在讲这个立体，只是说我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。我们你看这一块虚的地方，就是有这种虚实变化，这个都是对比啊，实的和虚的对比。那小的花瓣和大的花瓣对比，然后深色的花瓣跟浅色花瓣对比，所以我们在一朵花里面都是对比关系，然后在一幅作品里面也都是对比关系，所以我们在画画就是在画对比关系，从对比关系去找出它这种协调，才会更好看。好，我们画成这个雌蕊，画5个瓣啊，5个瓣。哎，是不是正中间？我看一下，我站起来看一下。哎，应该是正中间。就是你画这个太阳形的，记得吗？太阳形的这个一定要在正中间哈，一定要在正中间，歪了它就不好看了。这个花心本来是这样子啊，我给大家画一下这个花心啊。来，我调一点点3绿，调一点点3绿，调一点点胭脂。这个花心本来是如果竖着长的话，它是这样子啊。当然我们画的时候要有长有短，要有这个层次。那本来是这样子的，那这个是多一点的哈，它有一点点这个像一个芽似的，也不是芽，它是一种很深的。然后这下面就是花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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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心。那侧面的花心就长这样子。那我们画正面的，我们画写意的，我们就这样子表达就可以，不用画太复杂。有些家人你可以把它画得很细啊，很细致，画复杂，其实没有必要，就是也没有必要把它画很复杂。主要是这朵花好看，然后我们的花心。就不用像画这个工笔似的，把它画的特别细致。我们分5组去画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。我们先点5个点，大概的找出5组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再去画花心。好，我们带一点点勾哈，这个豆芽稍微有一点点姿态，看到吗？不要直的这样子啊，稍微的你的笔啊大一点的时候是这样子哈，来，这样子带一点勾。哎，这里看不见哦，白色的。我这个笔是这样子哈，带一点勾，转过来，轻轻的有一点点动作，有一点点动作啊。来，弯一点，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再近一点啊！来，带点勾，带点勾，带点勾，这样子往下弯一点点，带一点点勾。好。有跳出来一点的，好，这样子看到吗？稍微的都有一点点弯度，不要把每一个都画的直的。
好，这一个的也是啊，我们往它这一边往里倒啊，都往里倒，往里倒，往里倒。好，我们都往里勾哈，都往里勾。你看这一侧的我们都往里勾。好，带一点勾。好，我们都往里带点勾哈。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直接过来遮住这个花心，遮住这个雌蕊。有一些地方我们遮住这个雌蕊，然后上面有一些我们让它跳高一点，跳出来，这样子有变化啊。然后中间这个缝隙里面就不要了，直接把它填满一点，填实一点，否则就会显得很花。就是你们画花心的时候，中间这个缝隙直接把它填满啊，否则就会显得很花。来，我们这两组，这已经画了两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组我们怎么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一组，来这一组，还是一样往里勾，都朝着这个雌蕊往里勾啊。像画豆芽一样的，一点一点的去点。好，我们再点这一组，再来这一组。那这一组的话，我们这一组都感觉都是一个势哈，势，我们说的是势，这个形式的势啊，这个势都是往这边飘。那这个势的话，你就不能又往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还是要沿着这个势来。好，我们再来这一组，这一组我们又怎么来呢？怎么往里勾呢？我们还是要往里勾哈，就不能，还是要继续往里勾。
哎，这一组画的不是很好啊。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。来，这里再加上几个密的地方，让它很密啊，让它很密，偶尔露出几个跳出来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上一些花丝，扫一些啊，轻轻的扫，轻轻的扫一些花丝。花心的这个丝少一点点啊，少一点点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就可以了。这个花心它本身牡丹花的花心它就长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画多一点点啊，让它有变化一点点。我们分组让它一淡我们分组不能分太开了，我们也要让它有点连接起来，但是不要直接画太齐了，画太齐了它就是不太美观，就是没有变化。本身这个牡丹花心很多是很齐沙沙的啊。齐沙沙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画齐的？因为我们要让它有变化，让它更加好看一点。所以说我们分组画成5组。这花型是一个向日葵型的，